2024年5月30号，香港法院对那个臭名昭著的47人案下了判决，45名被告罪名成立，何桂兰赫然就在这名单里面。到了同年的11月19号，何桂兰结结实实的领了7年牢饭。大家好，我是小懒。那今天呢，咱们就扒一扒让全香港、全清华都蒙羞的立场姐姐何桂兰，她到底是怎么从清华大学才女变成阶下囚的？1990年，何桂兰呢出生在香港一个挺普通的家庭，不是什么大富大贵之家啊。那父母都是起早贪黑的普通老百姓，但是这姑娘吧，从小呢脑子就灵光，成绩那叫一个拔尖啊。中学那会儿啊，她简直就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呀，活跃在学生会，组织个活动啦，搞个演讲，头头是道。老师看着她眼睛里面都是冒小星星的，同学看着她也是满脸的羡慕嫉妒恨呀。大家都觉得这个孩子啊，将来肯定是干大事的，前途绝对不可限量啊！他也确实争气，高中毕业，人家没有走香港本地升学那套老路，也没有随大流去申请什么英美的高校，人家大手一挥直接拿到了中国最高学府清华大学的录取通知书，读的还是国际关系专业。那年吧，他才20岁，拿着清华的录取通知书走在香港的街头，那个风头简直是一时无两。那后来呢，有这个记者就去采访问他，你这个成绩这么好，为什么偏偏选了内地的清华呢？你们猜这个姑娘怎么回答的？她下巴一扬，轻描淡写的甩出了4个字儿：不想被管。听听不想被管。搁在当时那个语境下大伙儿可能觉得，哎呦喂，这小姑娘有个性啊！现在年轻人嘛，就是有这种不受束缚的叛逆精神，酷。可是这个话咱们留到现在，到了2026年再回过头来看看这个味道吧，它就彻底变了。不想被管，在这个世界上哪有绝对不受管束的自由啊？你不想被父母管，不想被学校管，不想被国家管，那你最后大概率呢就要被那些居心叵测人洗脑，最后呢被法律和监狱管。这4个字其实早就为他后来的悲剧埋下一颗定时的雷。刚进清华的头1-2年，他表现的其实挺正常的，甚至可以说是相当优秀。这清华的校广播站里经常能听见他那口流利的普通话。在模拟联合国的辩论赛场上，他引经据典，侃侃而谈，把对手驳得哑口无言甚至在一次班级的公开演讲里他还激情澎湃地说过这么一句话：我希望用我在这里学到的知识去推动中国与世界的交流与合作。各位注意了那这个时候他嘴里面说的是中国，在那个时候他还是有国家认同感的，他还是把自己当成一个中国人的。那他到底是哪根筋搭错了，突然就变异了呢？变化呢发生在2012年大二下学期，清华给了他一个极好的机会让他去美国加州大学做交换生。紧接着他又通过了一个欧盟的助学计划，跑到了欧洲去学新闻。那再往后呢，去了英国的 BBC 实习，再最后呢，又辗转回到了香港的某家电视台。这一连串的经历写在履历表上，那叫一个金光闪闪，履历光鲜别人一看，哇，又有名校背景，又有欧洲新闻视野，还在国际大媒体干过，妥妥的精英路线但是实际上呢，这一步一步，就像有一只无形的黑手，慢慢的一点一点的把他拽向了万劫不复的深渊。咱们先说这个美国加州那可是各种西方政治思潮各种 NGO 组织大乱炖的大本营。他一个20岁出头，涉世未深，又自诩为不想被管的叛逆姑娘，一头扎进去就好比一只小白兔跳进了大灰狼的窝在那边他头一回深度接触到了跟国内完全对立的政治话语体系。人家天天给他灌输是什么呢？是绝对的毫无边界的自由等到了欧洲，情况更糟了。课堂上那些戴着有色眼镜的西方教授们，把对中国的偏见抹黑，就像倒垃圾一样，劈头盖脸的砸过来。那起初吧，何桂兰这姑娘脾气还挺轴的，还会站起来用她在清华学到的知识跟人家据理力争。可是架不住人家天天在你耳朵边念经那争着争着，他发现周围没人支持他，他开始不吭声了。不吭声之后，他的心理防线就开始动摇了，他就开始怀疑，难道真是我们错了吗？带着这种自我怀疑，他跑到 BBC 实习。
好家伙，这可是个著名的阴间滤镜制造厂啊！在 BBC， 他碰上了一帮对香港回归满腹牢骚，天天想着怎么跟中国挑刺的激进分子。那些扭曲的声音啊，每天呢都在冲击他原本就摇摇欲坠的认知体系啊。而最致命的一击啊，是最后在香港电视台的那段实习经历。各位，你们以为那帮乱港分子是吃素的吗？他们贼得很哦，他们一眼就在人群中盯上了何桂兰。为什么呢？因为她年轻啊，聪明，文笔好，会演讲。更重要的是，她这个脑子里啊，现在装满了一半西方那套东西啊。而且嘛，她还是清华出来的。那对于那帮想搞乱香港的人来说啊，何桂兰简直就是一个完美的目标啊！一块极其优质的政治耗材。那这帮老狐狸啊，就开始围猎他了。他们不来硬的哦，他们来软的。他们就拿所谓的新闻自由、民主灯塔当糖衣，他们夸他有思想，捧他有才华。那对于一个急于证明自己与众不同的年轻人来说啊，这种吹捧啊，简直就是迷魂汤啊！何桂兰照单全收，吃的那叫一个津津有味儿。那等何桂兰结束这些光鲜亮丽的实习，回到清华校园的时候，老师和同学们惊讶地发现，这个人已经彻底变了。那个曾经喊着要推动中国与世界合作的何桂兰，消失得干干净净，取而代之的是一个眼睛里透着狂热，逢人就夸西方制度优越，甚至敢在课堂上公然散布分裂言论的偏激青年。清华的老师急啊，苦口婆心地劝他，孩子啊，你看了几本书，出了几趟国，不能就把根儿给忘了呀。但是全没用啊，他现在觉得自己才是掌握了真理的少数派，看谁呢都像被洗脑的傻子。他铁了心9头牛都拉不回来。但是这里面最讽刺最让人觉得恶心的一点是什么呢？你们知道吗？何桂兰真正在清华待的时间呢并不多，大1大2刚读完就到处飞了。但是那帮势力太懂怎么操控舆论了，他们把这个何桂兰精心包装成了一个在内地深入生活过4年的清华学霸。他们拿着他的清华文凭当大旗，到处去忽悠香港老百姓。他们满大街的喊，你们看连在内地生活了4年，在最高学府清华读过书的何桂兰都说内地不好，但内地肯定是真不好。这叫什么？这就叫指鹿为马呀！就这么一句话坑了多少一辈子没去过内地的香港市民啊！给他们心里面种下多少偏见的种子。这笔账真的没处算。时间一晃，来到了2019年。那一年香港发生了什么？大伙儿心里面都跟明镜似的，一切彻底失控了。7月1号那天本该是欢庆的日子，结果呢，暴徒围攻了立法会大楼，那个场面看得人血压直往头上冲啊！就在这个时候，何桂兰出现了，她脖子上挂着个记者证，大摇大摆的走在乱局现场。你以为她是去报道真相的？扯淡她就是拿个摄像机的黑豹导演。他举着机器把那些打砸抢的暴徒硬生给拍成了为自由而战的勇士。现场那些惨不忍睹的破坏画面他一帧都不留，全给你剪掉了。更绝的是，他还现场导戏他安排示威者对着他的镜头演受害者。来，你们几个表现的害怕一点，对，就这个声音抖一点，装委屈。那示威者在那儿演，他就在镜头后头跟着掉眼泪。这出苦情戏硬生把那些暴徒洗白成了弱势群体，舆论风向被他带歪了10万8千里。靠着这边操作他捞到一个绰号立场姐姐。到了7月21号的元朗事件，这个女的就彻底演上瘾了。她拿着机器故意跑到人家当地村民面前去挑衅，镜头都快怼到人家脸上了。村民被激怒后，顺手呢就推了她一把。注意好戏开场了。这何桂兰顺势扑通一声夸张倒在地上，然后这个镜头就开始剧烈的晃来晃去，只听见他杀猪一样的大喊救命啊，我伤势严重，警察打人了，村民打人了。这就叫顶级碰瓷这就叫专业戏精这奥斯卡拨他颁个小金人我都替他委屈。他根本不需要拍清楚发生了什么，他要的就是这种混乱的镜头感，他要把这个事实给搅浑了。这2件事让何桂兰在圈子里成大红人。那这种虚假的荣耀让他的野心彻底膨胀了，他想当议员，他想要权力了。2020年他跟黄之锋这帮人勾结到一起，搞了个所谓的民主派初选。这帮人想干嘛呢？
他们想通过这种非法的手段强行拿下立法会过半数的议席，然后无差别的否决政府的所有财政预算案，最终瘫痪整个香港政府，这就叫蓝潮。在竞选的街头演讲里何桂兰喊的是震天响我要替年轻人发声，喊的是好听但是他心里面真正想要的就是一张合法的政治入场券，好名正言顺的从体制内部去搞破坏。不过国家能惯着他们吗？2020年7月25号，香港选举主任一纸文书拍他脸上，因为你公开反对香港国安法，你的参选资格取消。这下他就傻眼了赶紧跑去国外的社交媒体上哭爹喊娘，大骂政治打压。可是这个时候的香港，国安法已经落地生根，老百姓也慢慢看清了他们的真面目。这回买他账的人没剩几个了。这按理说资格都被取消了，但凡是个脑子正常的成年人那这个时候是不是都该掂量掂量，该收手了吧？不，何桂兰偏不他觉得背后呢有杨大人撑腰，自己是金刚不坏之身，他变本加厉，继续组织非法集会，公开发表反国安法的言论，摆出了一副老娘天不怕地不怕，你能拿我怎么样的泼妇架势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祸。2021年1月，警方雷霆出击初选案涉案人员遭到大规模逮捕，何桂兰正式落网。那刚进审讯室的时候这个姑娘态度还挺硬气的，翘着二郎腿对警察是冷嘲热讽的，拒不配合。她心里面大概还在做着春秋大梦，觉得背后呢有杨大人撑腰。结果呢，保释申请驳回，继续关着。接着拍到他被压上球射时的脸，那一刻他终于意识到铁窗是真的，法律的铁拳也是真的。在漫长的案件审理过程中，何桂兰为了脱罪那可真的是使尽了浑身解数脸皮都不要了。他一开始呢装可怜，说自己呢只是个无辜的旁观者，是个记者，跟那些暴力事件毫无关系。这还不算完更离谱，更让人瞠目结舌的来了。为了证明自己从来不是什么优秀的国家栋梁，为了博取西方势力的同情，他居然当庭声称自己在清华大学取得的好成绩全部都是作弊得来的。我的老天爷清华大学那是你想作弊就能考高分的地方吗？为了给自己洗白，他连自己的母校都疯狂泼脏水但是法庭不看表演法庭只看证据，铁证如山，他想赖门都没有。最终2024年11月19号，法锤敲响，何桂兰判处有期徒刑7年。宣判那天他低着头一言不发。从前那个眼神亮堂的清华女孩，此刻只剩下一副被抽干了灵魂的躯壳，而他曾经的那些战友和金主呢，早就跟他撇得一干二净了谁还会管一个失去利用价值的何桂兰的死活棋子成了废棋，唯一的归宿就是垃圾桶。到了今天2026年，47人案的判决已经全部落地执行了。香港国安法的利剑悬在当空，香港街头那些冲突早就成了被扫进历史垃圾堆的过去式。好啦，今天就聊到这儿啦，我是肖兰，咱们下期再见。